陈道友既有真才实学，那便该让神国上下知晓你的实力，也好让众人信服。吴昊沉吟道：子渊，你带陈道友去演武场，让禁军统领安排一场切磋，也好让陈道友熟悉神国的战力。子渊闻言点头，对陈平做了个请的手势。陈道友，随我来吧。神国禁军乃是6重天顶尖的战力之一，演武场更是汇聚了神国最精锐的修士。陈平没有推辞，他也正想摸清神国的真正实力。合作的前提是对等，若神国皆是魏丰那般外强中干之辈，这合作恐怕也难有成效。两人离开皇宫，朝着神都西侧的演武场走去。沿途的神族修士见子渊对陈平态度恭敬，再想起此前学府中陈平断魏丰手臂的传闻，看向陈平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，再无之前的鄙夷。神国演武场远比陈平想象的宏大，整个场地由黑色的玄铁石铺就，地面刻满了缓冲冲击的阵法纹路，边缘矗立着数十根刻有神纹的石柱，每根石柱顶端都悬浮着一枚用来记录战绩的水晶球。此刻演武场上，数百名身着银色战甲的禁军正在操练，金色的灵力纵横交错，喊杀声震耳欲聋。那便是禁军统领敖烈。子渊指向演武场中央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，低声介绍道：他乃是龙族与神族的混血，修为在地仙境8品巅峰，一手裂天枪出神入化，在神国5榜排名第10。龙族？陈平有些诧异，顺着子渊的目光望去，只见敖烈身高8尺有余，一头青色长发束在脑后，面容刚毅，周身散发着凛冽的气息。他正手持一杆丈许长的银枪，指点着禁军操练，枪尖偶尔划过虚空，竟能撕裂空气，发出尖锐的爆鸣。敖烈察觉到两人的目光，转头看来，当他的视线落在陈平身上时，眉头当即皱起。眼前这修士不过地仙境1品，衣着普通，周身灵力波动也平淡无奇，实在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，竟能让子渊幕僚亲自陪同。子渊大人，这位是……敖烈收起银枪，大步走了过来，语气带着几分倨傲。在他看来，能入子渊眼的，至少也该是地仙境8品以上的修士。陈平这样的底层修士，根本不配出现在演武场。敖统领，这位是陈平道友，乃是国主请来的贵客。子渊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国主吩咐，让你安排一场切磋，让陈道友见识一下禁军的实力。敖烈闻言，脸上露出明显的不屑，他上下打量了陈平一番，嗤笑道：子渊大人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让我跟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切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我神国禁军的脸可丢不起这个粉。周围正在操练的禁军也纷纷侧目，看到陈平的境界后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统领说得对，一个地仙境1品也配跟统领切磋，怕不是一招就被秒杀。我看是来凑热闹的吧，说不定是走了什么后门，才让子渊大人带过来的。这种货色，我一只手就能打10个。陈平面无表情，仿佛没听到这些嘲讽。他很清楚，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，口舌之争毫无意义，唯有拳头才能让人闭嘴。子渊脸色微沉，他知道敖烈的脾气，5榜排名第10的身份让他极为自负，从不把低境界修士放在眼里。但他也明白陈平的实力，当即冷声道：敖统领，国主有令，你只需照做便是。若是觉得与陈道友切磋掉价，便派个手下来试试。敖烈想了想，觉得派个手下既能完成国主的命令，又不至于失了自己的身份，便朝演武场边一招手：石虎，你过来。一名身材壮硕、满脸横肉的禁军队长快步上前，单膝跪地：统领。这石虎虽是地仙境7品修士，在禁军中以勇猛著称，寻常地仙境8品修士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给你个任务。敖烈指了指陈平，语气随意：跟这位陈道友切磋一下，记住下手轻点，别伤了人，毕竟只是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国主怪罪下来，你担待不起。是。
石虎站起身，看向陈平的眼神充满了轻蔑，仿佛在看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蚁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腕，骨骼发出咔咔的声响，狞笑道：小子，识相的就主动认输，免得等会儿被我打趴下，丢了面子。陈平淡淡瞥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径直走到演武场中央，对着石虎做了个请的手势。不知好歹。石虎冷哼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如同一头猛虎般扑了上去，双拳紧握，金色的灵力在拳头上凝聚成利爪的形状，带着呼啸的风声砸向陈平的胸口。这一拳势大力沉，显然没有真的留手。在他看来，对付一个地仙境一品的修士，根本无需全力以赴。周围的禁军都屏住了呼吸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一拳下去，陈平就算不死也得重伤。紫渊却神色平静，他见过陈平斩魏风手臂的速度，知道石虎这看似凶猛的一拳未必能伤到陈平分毫。果然，就在拳头即将击中陈平的瞬间，陈平的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。石虎一拳落空，心中一惊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感觉后颈一痛，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，他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重重摔在玄铁石地面上，激起一阵尘土。什么？敖烈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他竟然没看清陈平的动作。石虎挣扎着爬起来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。他摸了摸后颈，那里传来阵阵剧痛，显然刚才那一击若是再重几分，他的颈椎都得被打断。小子，你敢偷袭！石虎怒吼一声，再次扑了上来。这一次他不敢再大意，周身金色神纹亮起，手中凝聚出一柄凌厉长刀，刀光闪烁，朝着陈平横扫而去。陈平依旧不慌不忙，身影如同鬼魅般在刀光中穿梭，无论石虎的刀是多么迅猛，都碰不到他的衣角。偶尔，陈平会随手打出一拳或一脚，每一次都精准地落在石虎的破绽处。砰！啪！啊！惨叫声不断响起，石虎身上很快便布满了伤痕，凌厉长刀也被陈平一脚踢飞。最后，陈平抓住石虎的手腕，轻轻一扭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石虎的手臂应声骨折。我输了！石虎再也支撑不住，瘫倒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看向陈平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演武场上瞬间安静下来，那些刚才还在嘲讽陈平的禁军，此刻都目瞪口呆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一个地仙境一品的修士，竟然如此轻松地打败了地仙境7品的队长，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紫渊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，看向敖烈道：敖统领，现在还觉得陈道友不配切磋吗？敖烈的脸色极为难看，他盯着陈平，沉声道：不算。石虎刚才明显手下留情了，他怕真的伤了你，所以没下死手，才被你钻了空子。若是全力出手，你根本没有机会。这话一出，连地上的石虎都忍不住想反驳。他刚才明明已经全力以赴了，可连陈平的衣角都碰不到，哪里是手下留情？但他不敢违抗敖烈的命令，只能低下头，默认了这个说法。陈平闻言，脸上露出一丝鄙夷的笑容。哦，这么说，是我胜之不武？本来就是。敖烈梗着脖子道：你不过是运气好而已，若是真刀真枪的生死相搏，你早就成了石虎的刀下亡魂。好啊。陈平点点头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一丝冷意。那就来一场生死斗如何？没有任何限制，直到一方倒下为止。不过既然是生死斗，总得有点赌注吧。我赌100万仙石，若是我输了，仙石归你；若是你输了，也拿100万仙石出来，如何？100万仙石可不是小数目，就算是敖烈这样的禁军统领，也需要积攒数十年才能凑齐。但他被陈平的态度激怒了，加上刚才的羞辱，他想也不想就答应道：好，我跟你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地仙境一品的修士怎么跟我生死相搏。周围的禁军都兴奋起来，纷纷围拢过来，想看一场地仙境一品挑战地仙境9品巅峰的生死斗。紫渊想劝阻，
却被陈平用眼神制止了。他要的就是彻底折服敖烈，让神国上下明白，他有资格与神国平起平坐的合作。敖烈大步走到演武场中央，手中银枪一抖，枪尖直指陈平：“小子，别说我欺负你，你先出手吧。”陈平不再废话，右手一翻，斩龙剑凭空出现在手中，剑身之上银色的雷光闪烁，一股凛冽的杀气弥漫开来，让周围的禁军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原来是靠兵器。敖烈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：“我还以为你有真本事，没想到是仗着一把好剑。”话音未落，陈平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。敖烈心中一惊，连忙挥动银枪，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。然而就在银枪与斩龙剑碰撞的瞬间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敖烈手中的银枪竟然被斩龙剑从中斩断。什么？敖烈瞳孔骤缩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他这杆银枪乃是用千年玄铁打造，坚不可摧，就算是地仙境9品的修士全力一击，也未必能留下痕迹，竟然被陈平一剑斩断。陈平没有给敖烈反应的时间，斩龙剑直指他的咽喉。敖烈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侧身躲闪，堪堪避开了这致命一击，但脖子上还是被剑锋划出一道血痕。停！敖烈大喊一声，连连后退。不算，这根本不算。你用的是神兵利器，我用的只是普通的玄铁枪，兵器上占了太大的便宜，这场比试不作数。周围的禁军也纷纷附和，觉得陈平确实是靠兵器取胜，胜之不武。陈平看着敖烈，脸上的鄙夷更浓了。他缓缓收起斩龙剑，将其放回储物袋中，冷声道：“好，那我就不用兵器，只用拳头跟你打。若是这样我还能赢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敖烈一愣，随即脸上露出狂喜之色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不用兵器？”在他看来，陈平能打败石虎，又斩断他的银枪，多半是靠那柄神兵。若是不用兵器，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就算速度再快，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当然是真的。陈平活动了一下手腕，不过赌注不变，100万仙石。若是你不敢，现在认输也可以，只要给我100万仙石就行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敖烈被激怒了，他周身灵力暴涨，地仙境9品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，整个演武场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他双拳紧握，金色的灵力在拳头上凝聚，形成2团耀眼的光球。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紫渊站在一旁，神色有些紧张。他知道陈平实力不凡，但敖烈毕竟是地仙境8品巅峰的修士，而且还是龙族混血，肉身极为强悍，不用兵器的话，陈平未必能占到便宜。接招！敖烈怒吼一声，身形如同一道金色的闪电般冲向陈平，双拳齐出，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砸向陈平的头颅。这一拳他没有丝毫保留，动用了全身的灵力，显然是想一击制胜，挽回自己的颜面。周围的禁军都发出阵阵惊呼，他们能感受到这一拳的恐怖威力，若是被击中，就算是一座小山也得被夷为平地。面对如此凶猛的一拳，陈平却依旧面不改色。他双脚微微分开，重心下沉，体内的灵力缓缓运转，汇聚到双拳之上。虽然他的境界只有地仙境1品，但他的灵力经过多次淬炼，精纯程度远超同阶修士，甚至比敖烈的灵力还要浑厚。就在拳头即将击中陈平的瞬间，陈平猛地抬起右手，与敖烈的拳头狠狠撞在一起。砰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，金色的灵力冲击波以2人为中心扩散开来，演武场边缘的石柱都剧烈地晃动起来，顶端的水晶球发出阵阵嗡鸣。周围的禁军都被这股冲击波震得连连后退，脸上满是震惊之色。他们原本以为陈平会被一拳打飞，没想到2人竟然平分秋色。敖烈更是难以置信，他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陈平的拳头上传来，震得他手臂发麻，虎口开裂，整个人都后退了3步才稳住身形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拳头，那里已经红肿起来，隐隐作痛。
怎么可能？你的灵力怎么会这么强？敖烈失声问道。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灵力竟然比他这个地仙境8品巅峰的修士还要浑厚，这简直违背了修炼的常理。陈平没有回答，他乘胜追击，身形一闪，来到敖烈面前，左拳快如闪电般打出，直奔敖烈的胸口。敖烈连忙抬手格挡，砰的一声，他再次被震退，胸口传来阵阵剧痛，仿佛被一块巨石砸中。他心中惊骇不已，连忙运转灵力护住胸口，同时反击，双拳如同狂风暴雨般朝着陈平打去。陈平从容应对，身影在敖烈的拳影中穿梭，时而闪避，时而反击。他的拳头看似缓慢，却每一次都能精准地落在敖烈的破绽处，而且力量极大，每一拳都让敖烈气血翻涌。砰啪咚，两人在演武场上激战起来，金色的灵力四处飞溅，玄铁石地面被两人的脚印踩出一个个深坑。周围的禁军都看呆了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的打斗。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竟然能与地仙境8品巅峰的敖烈打得不相上下，甚至还隐隐占据上风。紫渊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，他看得出来，陈平不仅速度快，力量强，而且战斗经验极为丰富，每一次出手都恰到好处，完全压制了敖烈的节奏。敖烈越打越心惊，越打越愤怒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浑身的力气都无处施展。陈平的速度太快了，他根本跟不上。陈平的力量也太大了，每一次碰撞都让他手臂发麻。更让他憋屈的是，陈平似乎总能预判他的攻击，提前做出闪避或反击。啊！我跟你拼了！敖烈怒吼一声，体内的龙族血脉被彻底激发，他的身体瞬间星号了一圈，皮肤变成了青色，背后长出一对巨大的龙翼，双手也变成了龙爪，眼中闪烁着猩红的光芒。是龙化，统领洞真阁的了！太好了，这下那小子死定了。龙化后的统领实力至少能提升1倍，周围的禁军都兴奋起来。龙化是敖烈的底牌，一旦施展，就算是地仙境9品的修士也能一战。紫渊的脸色再次变得紧张起来，他知道龙化后的敖烈有多恐怖，连忙喊道：陈道友，小心！陈平看着龙化后的敖烈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敖烈扇动着龙翼，悬浮在半空中，龙爪上凝聚出2团巨大的金色光球，散发着毁灭性的气息。小子，受死吧！他猛地将光球掷向陈平，光球在空中分裂成数十个小光球，如同雨点般朝着陈平砸去。陈平双脚一点地面，身形一跃而起，在空中连续翻滚，避开了大部分光球，剩下的几个光球他直接用拳头砸碎。然而就在他落地的瞬间，敖烈已经出现在他面前，龙爪带着呼啸的风声抓向他的头颅。来得好！陈平大喝一声，不退反进，双拳齐出，与敖烈的龙爪撞在一起。砰！又是一声巨响，这一次陈平被震得后退了5步，手臂上传来阵阵剧痛。而敖烈也不好受，他感觉自己的龙爪像是抓在了一块坚硬的金刚石上，震得他整条手臂都是。去了知觉，龙翼也扇动得慢了几分。怎么可能？你的肉身怎么会这么强？敖烈再次失声问道。龙化后的他，肉身强度远超普通修士，就算是神兵利器也未必能伤他分毫，竟然被陈平用拳头震得如此狼狈。陈平没有说话，他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，再次冲向敖烈。这一次他不再闪避，而是与敖烈展开了正面硬刚。两人的拳头、龙爪不断碰撞，金色的灵力与青色的龙气交织在一起，整个演武场都被笼罩在恐怖的能量波动之中。周围的禁军都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这哪里是切磋，简直就是生死搏杀！砰！又是一次猛烈的碰撞，陈平与敖烈同时后退数步，脚下的玄铁石地面被踩出深深的裂痕。敖烈的龙爪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伤口，
鲜血顺着爪缝滴落，滴在地面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他的气息也变得有些紊乱，龙化状态下的消耗远超他的预期，而陈平却依旧气息平稳，仿佛刚才的激战对他毫无影响。不可能，你绝对不可能只是地仙境一品。敖烈红着眼怒吼，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自己一个地仙境9品巅峰的龙族混血，竟然在肉身搏杀中被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压制。陈平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刚才应接敖烈一爪时，他也并非毫发无损，但这点伤势对他来说微不足道。他看着敖烈，语气冰冷，境界只是修炼的标尺，不是实力的全部。你空有地仙境9品的境界，却不懂如何真正掌控力量，输得不冤。放屁！敖烈彻底被激怒，他猛地张开嘴，一道青色的龙息从口中喷出，带着焚天煮海的温度，直奔陈平而去。这龙息乃是他龙族血脉的本源力量，威力远超寻常神通，就算是地仙境9品的修士被击中，也会瞬间化为灰烬。周围的禁军吓得纷纷后退，紫渊更是脸色大变，想要上前阻止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面对呼啸而来的龙息，陈平眼中闪过一丝厉色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，汇聚到双拳之上，同时运转凝心诀，调动起一丝混沌之力缠绕在拳头上。刹那间，陈平的双拳泛起淡淡的灰色光芒，看似不起眼，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拓！陈平大喝一声，双拳猛地向前打出，一道巨大的灰色拳印凭空出现，与青色龙息狠狠撞在一起。轰！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，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以两人为中心扩散开来，演武场边缘的石柱轰然倒塌，地面裂开一道道巨大的缝隙，烟尘弥漫，遮天蔽日。周围的禁军被冲击波掀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口中喷出鲜血。紫渊连忙运转灵力护住自身，看着演武场中央的烟尘，心中焦急万分。烟尘渐渐散去，两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敖烈浑身是血，龙翼已经破碎，身上的鳞片掉落了大半，气息奄奄地瘫倒在地上，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力。而陈平则站在原地，除了衣衫有些破损外，几乎毫发无损，只是脸色微微有些苍白。刚才那一击，他也消耗了不少混沌之力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禁军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平，眼中充满了敬畏与恐惧。他们再也不敢有丝毫轻视，这个看似只有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简直就是个怪物。紫渊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上前，对陈平拱手道：“陈道友，好身手。”敖统领他，愿赌服输。陈平打断紫渊的话，目光看向敖烈：“敖统领，100万仙石什么时候给我？”敖烈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却浑身无力，只能恨恨地瞪着陈平：“我认栽，100万仙石我会派人送到你的住处。”他心中充满了不甘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自己输得彻彻底底。无论是用兵器还是不用兵器，他都不是陈平的对手。我好像看你还是有点不服。陈平看着那敖烈问道。敖烈没有说话，他确实有些不服。他认为陈平故意隐藏实力示弱，然后再突然爆发，让人措手不及。